经过近2年俄乌战争的发展，乌克兰呢，别的不说，在武器改装方面，特别是对于小型武器的应用，可谓是独具一格了。今天大兵就带各位一起来看一下乌军魔改的那些小型武器。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在众多的武器改装项目中，乌军对于小型商用无人机的应用可谓是最成功的，尤其是在操纵商用无人机打击俄军目标方面，也就是用无人机挂载各类弹药。现今呢，俄乌战场上，乌军经常使用的就是由无人机挂着数个小型榴弹、手榴弹，通过步兵放飞出去，在地面操作。一旦发现俄军目标后，就扔下去，对其进行轰炸。这种无人机使用方式呢，与传统意义上的攻击无人机大不相同。有些类似于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虽然大多数商用民用无人机，但是都是执行的军用任务，最重要的是战果相当大。此前呢，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一名叫做 Skyba 的乌军士兵，隶属于乌军第10山地突击旅第108营。他在19岁便参军，今年23岁了，非常善于操作无人机。期间呢，通过在无人机上挂载手榴弹，然后让其飞到俄军阵地，精准投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每天最多会执行超过50次任务，单天甚至能消耗掉1整箱的手榴弹，陆续消灭了超过500名俄军。而除了挂载手榴弹之外，随着包括 MK19 在内的多款北约榴弹发射器的到来，乌军也获得了相应的配套弹药，也就是40毫米的 M430系列杀伤破甲双用途榴弹。为了最大程度发挥这款性能优良榴弹的作用，前线使用多旋翼无人机的乌军，通过为其安装了3D 打印的尾翼，并且修改了引信保险，使其成为了无人机的新弹药。相较于此前大量使用的30毫米 VOG-17 系列榴弹， M430 榴弹的杀伤能力更强，而且拥有破甲能力，能够击穿76毫米厚的军制钢装甲，爆炸所产生的破片有着5米的致死范围和15米的伤害范围，可以打击俄军各类装甲目标。此前呢，有图片和视频显示，乌军使用的大量商用无人机已经普遍开始挂载 M430 系列榴弹了，战术使用变得更加灵活，几乎能打击战场上发现的所有目标。甚至有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投掷的 M430 系列榴弹还摧毁了俄军坦克。不仅如此，乌军还有一款堪称大杀器的无人机，也就是转轮手枪860。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款无人机配置有一个转轮武器挂架，能够携带8枚60毫米迫击炮弹，作战航程高达20公里。基于60毫米迫击炮弹的威力，一旦被击中，就可以考虑葬礼流程了。至于为什么乌军喜欢使用无人机挂载小型弹药，当然是因为好处太多了。目前乌军针对俄军步兵的无人机攻击，并不是在交火线上，而是在己方的控制区里。从网上流出的视频来看，俄军不少步兵呢，都是在单兵坑休息期间被乌军无人机打击的猝不及防。毕竟俄军在控制区域内活动时，要么在休息，要么在干点别的。这时候乌军无人机越过交火线，由于体积小，声音小，也就比一些鸟儿大点，飞高了根本听不见，雷达信号又低，期间再被一些树木进行遮挡，很难被发现。一旦发现俄军，一个榴弹扔下去就完事儿了。再加上这类无人机非常便宜，被打坏了也并不心疼，榴弹更是非常充足，让俄军伤亡惨重。虽然说无人机干扰枪也确实存在，目前呢，俄军也开始装备了，但是这东西需要发现了才有用，俄军很难做到有人24小时盯着天空。因此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乌军无人机部队通过大量使用无人机投掷弹药，已经对前线俄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为前线进攻部队创造了机会。只不过想要更好地执行该战术，乌军还需要更多类型的弹药，于是改造工作从未停止。首先，有关于无人机挂载的弹药，根据此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组照片来看，目前乌军已经对 RPG-7 火箭筒配套的 PG-7L HIT 火箭弹进行了改造，并且改造之后的火箭弹也能够使用无人机进行空投，成为了一款无人机配套的反装甲武器。据了解，乌军已经为这种火箭弹装上了 PVC 水管以及多个塑料片用于稳定。尽管这样的改造相当粗糙，但依然能对俄军装甲力量构成威胁。
不仅如此，乌军之前还对苏联时代的一款 RPG-3 反坦克手榴弹进行了改造，使得这款反坦克手榴弹也成为了无人机的空投武器。目前这款改造后的 RKG-1600 手榴弹已经有了摧毁俄军坦克的战绩了。此前呢，在网络上的图片和视频显示，乌军前线无人机部队还为他们的多旋翼无人机配备了更加重量级的弹药，也就是改装后的 TM62 反坦克地雷。改装过后呢，该地雷在由无人机投掷时，已经不再是被用于打击俄军装甲目标了，而是变为杀伤俄军地面作战人员。相较于乌军此前使用的无人机投掷手榴弹、30、40毫米榴弹、迫击炮弹等等，重约9.5千克的 TM62 反坦克地雷威力可谓是翻倍成长。通过展示的图片来看呢，乌军在将 TM62 反坦克地雷改装为无人机弹药时，使用了胶带、塑料管、饮料瓶和控制引信的涵道螺旋桨等零部件。这些零部件里大部分呢都很容易获得，可以确保该地雷在被投掷后能够更有效地杀伤俄军有生力量。此外，除了反坦克地雷，乌军此前还冒着极大风险，将早些时候美国援乌的一批 M483A1 集束炮弹里面的子弹药给拆了出来，然后呢给无人机用。玩这种骚操作的正是乌陆军第92机械化旅，绰号为阿基里斯的无人机部队。整个拆解过程呢相当刺激，期间呢乌军会先用电锯将炮弹前端的地方切开，露出里面8个圆柱状的 M42弹丸，外形类似于手榴弹，威力呢也类似。不同的是，这些子弹药里面装的是能击穿装甲的巨能装药，对军制钢装甲板的穿透力可以达到70毫米，而且爆炸后还会产生高速弹片，向各个方向飞溅，威力惊人。而在取下 M42弹丸之后呢，乌军会转开顶部的一块彩带状的布，调好之后再装回插销，以此来防止装载时意外爆炸。等一切改装完成后就能插销，最后让无人机挂载执行任务。整个过程呢相当危险，尤其是在用电锯切开炮弹期间，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性。但是考虑到这些子弹药的实战效果，这种新模式确实能最大化它们的作战效能。毕竟现在的俄乌战场上并没有大规模的装甲集群，集束炸弹根本无法发挥最大的优势，因此拆开单独使用就成了最优选。值得一提的是，乌军考虑到商用无人机的速度有限，由于呢，据商业内部网站的报道，乌军正在使用越来越多的小型廉价穿越机，用来打击战场上的俄军目标。其中呢 ，FPV 是英文的 First Person View 的缩写，即第一人称主视角。此类无人机虽然也是多旋翼无人机的一个分支，但实际上更接近普通的航空模型，并没有大多数多旋翼无人机具备的导航系统、姿态控制系统和自动巡航能力，全凭着操作通过 VR 眼镜观看无人机实时飞行画面来控制飞行。但是就是因为结构简单，没有那些四平八稳的姿态控制系统，因此穿越机的速度要比一般多旋翼无人机快得多。要知道啊，一般多旋翼无人机只有50到70公里的时速，而穿越机呢却能达到每小时200到250公里，被称为无人机里的 F1。而乌军在使用这些穿越机之前，会先将其进行改装，为其配备炸药和战斗部，在撞击目标时自行引爆，也就是当作自杀式无人机使用。根据此前的报道，相较于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穿越机的价格非常便宜，一架只需要数百美元，这使得它能够更广泛地得到应用。此前呢，社交媒体上就有视频显示，一架穿越机轻易地摧毁了俄军先进的 T90 主战坦克，可谓是赚麻了。另外呢，相较于传统无人机的速度， FPV 则是有着独一无二的飞行模式、高自由度的操纵动作和高稳定性的图像回传，让士兵们十分喜爱。俄乌双方的前线部队都利用穿越机用于侦察、火炮侦教、轰炸和自杀式打击任务，而且由于重量很轻、尺寸很小，飞行时呢声音也非常小，士兵们往往可以用它进行超低空突防，让人难以警觉。正是因为穿越机在战场上大受欢迎，在今年8月14号，美国防务博客网站还报道称，由乌克兰一家基金会、筹款平台和银行联合发起的众筹活动，计划募集约610万美元的资金，为乌军采购1万架穿越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为前线无人机部队，但乌军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不同流派。年龄较大的无人机操作员不习惯 FPV 无人机，佩戴头戴式显示器时会头晕。
就像不习惯玩 3D 游戏一样，他们更习惯操纵一般的多旋翼无人机，通过手机或者专用屏幕获得实时信息，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相比之下呢，年轻的无人机飞手们则更喜欢使用 FPV， 操纵其攻击能发现的一切俄军目标。近期呢，甚至尝试攻击俄军的武装直升机。不过截止至今，这种尝试尚未成功，但是也让俄军活跃的武装直升机是多了一种威胁，不再敢肆无忌惮地飞越前线战场。或许也正是因为无人机太好用了，早在去年，俄军也已经开始效仿乌军改装自家的无人机，也取得了不菲的战果。于是为了防御俄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军呢也开始对自己的枪械进行魔改。就在今年7月份，大兵是看到这样一条视频，一名乌军士兵拿着一挺超帅的高射机枪，正在对着俄军的一架无人机猛烈输出。不过呢，大兵再仔细一看，好家伙，这是将6支 AK-47绑在一起了呀，这也能当做防空武器的吗？你别说，这还真可以。类似于乌军这种魔改 AK 的玩法，在历史上早就有了。例如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操作，比如1战时期，由于当时的飞机性能较为落后，飞行速度和高度都不是很高，各国呢也没有很好的机载和防空武器，因此机载武器就是陆军的轻武器。当时飞机上的成员大多数是拿着步枪射击的，同时防空武器也很简单，地面部队都是拿着机枪对空射击，战果也算是可以。之后呢，到了2战时期，苏联军队更是将4挺马克沁机枪搭载在卡车上，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装备了类似的高射机枪，口径呢从 7.62 到 12.7 毫米不等，但实战效果大同小异。紧接着到了2战中后期，此类高射机枪实用性已经非常差了，就算是 12.7 毫米的重机枪，也需要数挺同时开火才有概率击落敌机。2战后，随着喷气式飞机成为主流，以重机枪作为防空武器就更少了，毕竟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和高度根本不是螺旋桨飞机能比的。不过在现今无人机横行的俄乌战场，机枪防空再次出场，原因在于俄乌战场双方少数的防空武器根本无法满足士兵的需求，因此俄乌双方都出现了使用步枪对抗无人机的场面。正是基于以上情况，乌军之前还专门翻出来了上世纪的马克沁重机枪，将其改造后呢，用于对付俄军的无人机威胁。具体操作呢，就是将老式的马克沁安装在高射炮架上，能够有效地拦截 SHAD-136无人机。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被安装在皮卡上，按照北约情报的支持，伏击即将飞来的俄军无人机。这也让马克沁机枪在机动防空队中表现出色。事实证明，双联机枪是对付无人机最好的防空武器。其原因呢，在于枪口的水冷。由于马克沁的枪管几乎是一直浸在水中的，机枪可以连续射击几分钟，在水沸腾之前向无人机发射2000发子弹，这是现代机枪从未梦想过的射击模式。不仅如此，乌军还为一些马克沁机枪配置了量脚架、瞄准镜、消音器等装置，有些将其当作狙击步枪使用的意思，实战效果也算是可以。总结来说，在俄乌战争中，为了取得胜利，乌军可谓是物尽其用，脑洞之大，不得不让人赞叹啊！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